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中老年之音，希望大家都过得愉快。感谢您的订阅和忍耐，我们每天都陪伴您。退休老人最大的悲剧，把生活搞反了。有几句很老的歌词：闭上眼睛就睡啊，张开嘴巴就喝，迷迷瞪瞪上山，稀里糊涂过河。是不是像极了某一部分老人的生活？他们退休了，什么都不缺，但也活得非常没有生趣，要么混吃等死，要么愤愤不平。社会的另一面，很多年轻人都想要退休生活。一些50多岁的人因为自己不能退休，非常惶恐。作家阿米尔说得好，秩序意味着光明和安宁，意味着内在的自由和自我控制。幸福的生活不仅要自由，还要有秩序。把秩序落实到生活里，就是理顺关系，搞清顺序，千万不要反着来。关于聊天，贬低家人，取悦外人。老人带娃是很常见的事情，可是很多老人一开口就说别人家的孩子如何如何。是啊，自己家的孩子调皮捣蛋，恶作剧，还联合父母欺负老人，丝毫不懂得感恩，怎么看都是坏孩子。别人家的孩子乖乖女，奋斗男，横看成岭侧成峰。看自己的儿媳女婿真的不孝顺，为什么别人家的就非常孝顺，视如己出呢？儿女的工作也是不满意的，并且儿女联合儿媳和女婿欺负自己，太可恶了。老人和外人聊天，能够掏心掏肺，并且用家里的琐事作为谈资来取悦外人。一旦和家人聊天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，我们看到别人的家庭是外表，因此谈论起来很愉快，自己家能够深入到细节，会看到丑陋面，因此很难过。家丑不外扬，多给家人点赞，不评价外人，这才是正确的聊天方式。去发现家人的优秀，老人看人会更加顺眼，沟通也会顺起来。关于金钱，瞒着家人，交给外人。是不是一些退休老人退休金不少，还有存款，但是为了所谓的守住底牌，对家人是不会交代清楚的。想尽办法不让子孙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避免被子孙算计，这样的做法太狭隘了。另一方面，老人却独自去存钱，相信一些理财机构，购买乱七八糟的投资券、保险，一不留神就被人骗了。把家人当盗贼，却不知道盗贼在外人的圈子里，这是很可悲的。聪明的老人会早早和儿女交代金钱是如何来的，如何花的，如何保管的，只是不会急着分出去，钱在自己手里，大家也可以监督，避免外人虎视眈眈。关于时间，不做自己，跟随大流。生活100年也是1分1秒构成的，退休了，人也空闲了，当然很多老人比上班更忙。一大早就去锻炼，上午下午都去打麻将、钓鱼，傍晚就开启广场舞模式。不管是谁，只要喊你去打麻将、跳舞，一准会去，也不好意思拒绝。退休之后还有20-30年，如何度过？真的就是和大家一起混日子吗？俗话说，不是每一条鱼都生活在一片海里。人与人的三观是不同的，要走的路也不一样。你应该做自己，搞清楚自己喜欢什么，要成就什么。你喜欢打牌就去打牌，哪天要是不喜欢了就不去了，谁喊都没有用。你懒得跳舞就不去，或者今天身体不太好就待在家里。把时间还给自己，而不是被人各种邀约。你会发现时间是有价值的，并且可以成就更愉快的自己。关于夫妻，冷淡老伴，
寻找舞伴。有多少老夫妻因为跳交谊舞就有了矛盾？别以为老夫妻的感情就能够永恒，也有老人会离婚。起码你的爱人看到你和舞伴在一起会吃醋的，从而变成了愤怒。当然，还有一些老人每天都抱着手机，对做饭、洗衣服等事情不够热情，导致家里一团糟，根本就没有一屋两人、三餐四季的美好。在手机里也能找到聊天的对象，或者在群聊，这是另一个伴。爱人就在你的面前，你爱理不理，却和手机里的人闹得火热，这不是相伴到老的样子，而是搭伙过日子。把对舞伴的心思用在对老伴身上，你会发现爱情依旧如青春的模样。关于风景，急着打卡，从不融入。太多的老人追求诗和远方，但是他们只是喜欢某一条河、某一座古城，从来不会感触到河流的文化、古城的烟火气。一个月去几十个景点，认为自己就是旅行家了，这是老人的误区。融入到风景里，过慢生活，去享受风景带来的乐趣，才是真正的远行的滋味。比方说，你去看古城，就先读书，了解古城的风土人情，寻找他们的美食。你去了古城，可以住下来，体验一番，和当地的人聊聊天。走马观花的旅游，太赶时间了，也索然无味。学会慢慢旅行，才是追求风景应有的态度。当然，我们还能列举出更多的搞反了的生活细节。比方说，把儿媳当成外人，说各种诋毁儿媳的话，没有想到人老了还得靠儿女来伺候，没有把儿媳当成自己的家人，把生活中的琐事当成大事，斤斤计较，把人生的安排当成小事，稀里糊涂过下去。对一日三餐使劲抠门，在随礼的时候很大方，要面子。退休了，找到自己最喜欢、最宜家的生活方式，你会发现做什么都很顺，很快乐。因为人的内心没有一道梗。退休了，逆流而上不是不可以，而是退休后苦日子才刚刚开始。3位退休老人揭露退休生活真相。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：还有几年我就退休了，等退休后我就轻松了。是的，在大家的潜意识里，退休后的生活意味着有钱有闲，很多老人也对这一天的到来翘首以盼，想着等到那时，现在的苦和累便都可以解脱了。然而，退休后的生活真的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吗？下面3位退休老人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老人退休生活没你想的那么轻松。一起来看。退休后，大家都以为你很闲，不得不沦为免费保姆。邻居李大妈比老伴早几年退休，又跟儿子儿媳住在一起，所以退休后她就自觉地多包揽了一些家务。每天中午晚上，李大妈都早早开始在厨房忙活，准备好一家人吃的饭。儿子儿媳也不用一回来就赶着煮饭了，大家瞬间轻松了很多，甚至有时全家人还能在晚饭后一起去河边散步。李大妈说，刚退休的时候确实感觉得到家人对我的付出很感恩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无论是老伴还是儿子儿媳，总把自己的琐事丢给我，全家没有一个人帮我做家务，好像家务理所当然的变成了我一个人的，就因为我不用上班，清闲。其实，李大妈在还没有退休的时候，每天固定时间去跳广场舞，周末还能约姐妹们喝下午茶。但自从变成了家里的免费保姆后，一日三餐、洗衣服、拖地等家庭琐碎占据了她的大量时间，即使是在周末，她都没时间出去玩了。李大妈说，现在真是难啊，撂挑子不做儿子儿媳可能说你不好，
继续扛着真的又太累人了。这退休后的生活真是过得比退休前还累。李大妈觉得委屈，真是没想到辛辛苦苦一辈子，好不容易熬到退休，还要为家人继续默默付出这么多，完全没有自由和幸福可言。好不容易熬到退休，刚想喘口气，儿子儿媳又让我带孙子。李大妈的好姐妹周阿姨比李大妈小不了几岁，也退休了。本来周阿姨早就和老伴商量好，等到退休之后，先出去旅游1-2个月，然后就一起搬回老家住，养花种菜，喝茶下棋，过传统的农家生活。可在距离退休还有几个月的时候，儿子儿媳跑来跟她商量，希望周阿姨在退休后能帮忙带孩子，让儿媳妇上班赚钱。周阿姨本来是不同意的，因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，况且自己和老伴的养老规划早就做好了，但最后耐不住儿子儿媳的软磨硬泡，答应了下来。于是周阿姨退休后直接进入了奶娃状态，孙子才不到2岁，调皮得很。周阿姨不仅要全天候12小时看孩子，还要做辅食、搞卫生，老伴则帮忙做饭和一些简单家务。儿媳妇离开职场2-3年，刚回去压力大，经常加班。儿子本来也是工作狂，于是2位老人常常一天到晚也不得清闲。有时候娃哭起来怎么都哄不停，周阿姨真的觉得这日子太难了，上了年纪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经常累得直不起腰来。周阿姨说，人老了想帮孩子分担一些，自己身体又吃不消，不帮把良心过意不去，孩子们也可能有怨言。现在唯一能希望的就是孙子快点长大，自己和老伴能早点回老家。退休后在家照顾年迈的双亲，真是比上班还累人。退休2年多的吴阿姨，感觉舒服的日子都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，上了年纪的婆婆就摔倒了。出院后，婆婆已然不能自理，饮食起居都需要人照顾。吴阿姨说，在家照顾瘫痪的婆婆，不仅仅是累的问题，老人身体的疼痛引起情绪不好，总爱挑3拣4刁难你，还经常把脾气和不满发泄在你身上。吴阿姨年轻的时候，婆婆待她不错，因此也一直很感恩，也很耐心地照顾婆婆。但有时候吴阿姨又真的觉得婆婆的言行让她好崩溃。伺候年迈的老人需要强大的内心，除了自己调整好心态，多一些包容和耐心，也别无他法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退休生活光是带孙辈和家务还算能过，但上面4位老人都70、80岁了，身体衰老，病痛频发，有时1-2个撞在一起生病，要几处奔波，身心俱疲。况且自己也步入老年人的行列，身体机能也1年不如1年，这种退休生活想想就好难。卸下了20-30年工作的重担，终于有时间回归家庭，回归自己了。但往往很多老人在这个时候又被家庭的种种所束缚，所以才会有老人说，自打退休后真是有苦难言。退休后生活的真相对于一些老人来说往往没那么轻松。退休后如何避免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繁忙？1. 和家人坦诚交流，表明自己的意愿。无论是做家务还是带孩子，都是不是退休老人一个人的责任。倘若不愿意或者做起来吃力，那么退休老人完全可以大大方方跟家人开诚布公谈一次，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愿。2. 不想带孩子照顾老人，可以请保姆。至于带孩子，可以和儿女商量；至于照顾老人，可以和兄弟姐妹商量。如果自己实在不愿意带，那么宁愿花点钱请个保姆帮忙，只要一家人坐下来好好商量，
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。3. 老年人退休后可以选择再就业。老人退休后，如果身体健康又不想过没有工作的日子，可以选择再就业。不在乎赚的钱多钱少，找点轻松的工作，重要的是自己有个精神寄托，也不让别人觉得你太清闲。都说人生来就是受苦的，但我还是希望每一位老人到了晚年的时候都能苦尽甘来，一辈子勤勤恳恳为家人为儿子。很多老人到了晚年也依然一心为儿女付出，像蜡烛一样燃烧到最后，也没有享过几天清福，这是让人难过的。希望每一位儿女都能体谅父母的不易吧。也希望老年人退休后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欢的方式生活，不要勉强自己，不要太累，做人做事对得起自己的。一位退休大妈的倾诉，以为退休后可以安享晚年，谁料却是苦难人生的开始。一说到退休，相信很多人对退休后的生活都会很是期待，觉得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们不用工作了，子女长大了，生活压力也不会太多了。而空闲的时间变多，我们也没有了生活的束缚，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去自己想去的地方。然而，我们想象的退休生活，有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却不一定是美好和自在的。尤其是对女性而言，50岁就可以退休，这看似是挺爽的，比男人早退休10年，这自由自在的时光也多了。但是很多女性早早退休后，却未必能好好享受到这美好的退休生活，反而可能会比工作时要苦得多。一位55岁的退休大妈就这样倾诉道，以为退休后可以安享晚年，谁料却是苦难的开始。以下是当事人曾大妈的自述。大家好，我是曾大妈，今年55岁的我，退休刚好5年了。我的老伴比我大1岁，还在上班，得过4年才能退休。对于我50岁就退休这件事，当时身边很多人都非常羡慕我，觉得我太幸福了，而我一开始也觉得很爽。因为工作了快30年，每天日复一日的上班下班，早已让我厌烦和疲倦了，而且忙着工作挣钱，也让我牺牲了很多自由。所以想到50岁退休，可以让我早点去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，我就觉得美滋滋的。刚退休时，我以为自己可以过上自己所期望的生活，然而退休后迎接我的却不是美好，而是接二连三的苦难日子。而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我，身边好多一起内退的姐妹，大多都是如此，感觉女人早点退休，也逃脱不了生活苦难。退休第1年，儿媳生娃，原本说好我伺候儿媳坐月，剩下的交给亲家的，毕竟亲家和儿子家近，人家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。但是儿媳却很执拗，非要我留下来带娃，放亲家2口子逍遥快活。我们2夫妻都很疼爱儿子，而儿子又很听儿媳的话，儿媳说啥他就做啥，所以我很无奈，辛苦伺候了儿媳坐月，又留下来带娃。很多人都觉得帮子女带娃也挺好的，可以享受子女的孝顺和孙辈带来的快乐。我一开始也这么认为，但是真的和儿子一家3口生活久了，却让我发现这同住的生活真的让人很难熬。也许我和儿媳就是天生的对头，伺候她坐月的头几天，她就给我下马威，使唤我做这做那的，简直把我当保姆一样。原本小孩喂奶、安抚、换尿布那些都得靠她来完成的，结果这些都丢给我，孩子一哭就叫我去看看。她很少会主动操心起孩子的事，甚至孩子才3个月大，她就完全做起了甩手掌柜，班也不上，家里也很少待，每天不是出去玩，就是回娘家到处走。而我一个人在家里，要买菜做饭，
又要带小孩，每天都忙得团团转。儿子见我这么辛苦，除了会说几句好话，却也一样不会帮我做些什么。甚至他对孩子还有种厌烦，一哭一闹了，他都会表现烦躁，老是要我带回房间去，或者带到外面去，完全不像一个做爸爸的样子。在儿子家，我真的像个保姆一样活着，而且还是出钱出力的。每个月儿子才给我2500元，就要我满足一家4口的伙食，小孩还小点时，再吃奶粉和辅食，这倒是可以让2500元花得刚刚好。可小孩长牙了，可以正常吃饭了，这伙食费就不大够用了。儿媳又是十分挑剔的，每天都要按照她的菜单买菜，而且餐餐都要新鲜的，昨天没吃完的坚决要我倒掉，一点也珍惜粮食。一开始我看不下去，说过儿媳几句，结果她却拿出一堆新闻案例来说什么过夜饭菜有危害，对小孩成长更不利，对我们老人的身体更不好。总之说得头头是道，感情吃了过夜饭菜就会生病出事似的。后来为了不产生剩菜剩饭，我都是做刚刚好的饭菜，但是有时候儿子儿媳胃口好，就会觉得不够吃，然后又会说我抠抠搜搜的，甚至儿媳还会私底下嘀咕，说我把伙食费都贪吃光了。把孙子带到3岁多上幼儿园后，我就选择回家去了。虽然说在这3年多里，我和儿子儿媳相处的还算正常，没有大吵大闹，也没翻脸过，但却受不了这样被束缚的生活，每天忙忙碌碌，没有一丝感恩就算了，还经常受气，让我很是煎熬。一开始儿子儿媳是不愿让我回家的，而正好亲家愿意来照顾孩子，他们这才放我回家。我以为离开了儿子家，我可以回归自己向往的退休生活，可是回到家还没休息半年，老家的婆婆就是脑梗瘫痪了。一直居住在小叔子那边的婆婆，原本都是小叔子伺候的，因为老家的房产都给了小叔子，我老公一分都没要。但是如今婆婆瘫痪需要人照顾后，小叔子就提出要我们一起轮流伺候。我当时是很想拒绝的，毕竟当初也说好，家里什么家产都给小叔子，然后婆婆由他们伺候。可如今拿了钱和财产，却还要嚷嚷着我们要伺候老人，这不就很荒唐吗？我拒绝并没有用，老伴是个爱面子的人，怕别人在背后说3道4，就硬要我去照顾婆婆。其实我也不是无情之人，就很无奈地去了小叔子家，跟妯娌轮流伺候起婆婆，她一天我一天的轮着。伺候起瘫痪的婆婆，真的要比在儿子家带娃要苦得多，每天都要给婆婆换尿布、擦身、喂食、按摩等等，让人觉得十分劳累和脏臭。而住在小叔子家也并不是那么好受的，每次过去伺候婆婆都要看他们脸色。妯娌也总会拿伺候婆婆的事跟我做比较，说我昨天没有怎么伺候好老人，哪里又没做好等等。总之见到他老是会对我唧唧歪歪的。老伴说好周末或者放假就会顶替我去伺候婆婆，谁知他比猴子还精，一到周六轮到我们去伺候老人，他就会特意跟同事换班，换到周六值班，或轮到周日他就会换班到周日，更或者有出差的机会他也争着去，最后就只能变成我去伺候婆婆。我为此抱怨过他几次，可他总是高高在上的对我说他挣钱多，当然要勤快点，还说我退休金那么少，帮家里多做点事也是应该的，更说我这么早退休比他早享受那么多年，说我应该感到知足等等。去年中旬婆婆走了，我没有过多悲伤，反而觉得终于解放了。但是一波刚忙完，一波又起。回到城里还没休息3个月，儿子又告诉我儿媳怀了2胎，
为了有个良好的养胎环境，准备回我们这边生活，并且在这边生产坐月。听到即将有2胎孙子了，老伴比谁都高兴，疯狂叫儿子赶快把儿媳送回来，甚至还想把大孙子也从亲家那边接回来。但我却没有为此感到多么高兴，因为儿媳回来养胎，我又得忙活起来，伺候儿媳又伺候老伴，未来孩子出生后又得忙忙碌碌，没日没夜。老伴下班也帮不了我什么，退休又还那么遥远，每每想到这些，真的让我十分难受。为何我退休了会如此受折磨？忙忙碌碌没完没了。我以为我就是一个苦命的女人，退休了还得操心操肺，但仔细去了解几个身边内退的老同事，才发现很多女同事都跟我一样，正在遭受着这些苦难。有些不但每天累得要死，这老本还会被子女啃得精光，最后出钱出力还不讨好，子女嫌弃老伴不关心等等。很多人都说女人50岁内退是一件很幸福的事，早早就可以安享晚年了。但这5年的退休生活却让我发觉到，女人早早退休后并不是幸福晚，儿媳妇刚退休，婆婆就带侄子来养老，每月给你1000元，儿子不接待。很多人期待着退休后的幸福生活，在职场上奔波了几十年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，没有了职场的压力，还有着不错的退休金，可以安心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。50岁的钱大妈早早就和闺蜜规划好了退休后的旅游路线，就等着退休后来一场潇洒的说走就走的旅程。结果她刚退休还不到3个月，婆婆就带着小叔子家的侄子要来她家养老。婆婆还一脸得意地说，我也不是白住你家，你弟妹说了，你侄子住在你家，每个月给你1000元。钱大妈哭笑不得，看着皮猴一样的侄子在家里上蹿下跳，她坚决地拒绝了婆婆的要求，不欢迎你们，给多少钱都不行。下面听听钱大妈的讲述她退休后遇见的这件糟心事。我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，单位的同事都很羡慕我，说再也不用操心 KPI 指标，也不用天天参加各种无聊的会，说我从现在开始每天睡到自然醒，都会有人发工资，幸福指数嗖嗖上升。我心里也是高兴的，忙碌了几十年，终于熬到退休，我要好好的享受后半生的幸福生活。我只有一个女儿，目前还在读研究生，女儿3年之内不会结婚生孩子，也就意味着我这几年时间不用带外孙。我的父母也才70多岁，身体健康，生活完全不用我们儿女们操心，所以我早早的就规划好了我的退休生活。我和闺蜜一起去报名参加了老年大学学习绘画，又在楼下的健身馆办了健身卡。我也担心退休后生活没有规律，让自己不适应，我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动静相宜。我对自己的身材有点不满意，想要通过健身，还加入了楼下的广场舞队伍。我要把自己的身材管理好，等到女儿结婚的时候，我要穿着美美的旗袍出席，从形象上不能输给亲家母，不给女儿丢脸。我办好退休手续后，就开始了老年大学的生活，实现了职场和退休生活无缝衔接。每天和一帮兴趣相投的同龄人一起画画，心情轻松而愉悦。每天晚上早早做好晚饭，等着老伴回家吃饭。吃完饭后和老伴去广场遛弯，他去和一帮老头下棋、打牌、聊天，我和一帮老太太跳广场舞，然后2人在一起回家。每天晚上9点多回家后，外地念书的女儿会和视频聊天，这样的生活让我和老伴非常的惬意和知足。因为我退休在家，每天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每天晚上提前做好了老伴爱吃的晚餐，等他回家吃饭，
两人也不再为家务谁做争吵，两人的感情更加的融洽和和谐了。这样的轻松生活刚过了3个月，我正和闺蜜计划着一起去我们心仪已久的泸沽湖旅游，老伴也在协调他的工作时间，争取和我们一起出门。就在我们期待着一起出去游玩的时候，却没想到被婆婆的到来破坏了这份好心情。老伴还有个弟弟，是婆婆35岁时生的，因为是老来得子，公婆对这个小叔子非常的宠爱，都说惯子如杀子。在公婆的溺爱下，小叔子从小就任性自私，读书的时候又不肯用功，勉强读了个大专后就上班了。上班后又挑三拣四，赚钱的工作嫌弃辛苦，轻松的工作嫌弃不赚钱，工作上高不成低不就。工作上不顺利，婚姻上也不顺利，因为没有稳定的工作，也没有女孩子看上他。眼看着儿子马上到了30岁，公婆着急了，直接让老公帮忙给这个弟弟帮忙安排工作。老公没办法托人给这个弟弟找了个在单位开车的工作，每个月有4000多块钱。好在弟弟对这份工作还算满意，就慢慢稳定下来。弟弟或许到了年纪开窍了，开始努力攒钱，在单位看好了一个女孩。在他的热情追求下，女孩答应嫁给他，但是提出来要买房子才行。那一年我们家也刚刚买了房子，每个月要还4000的房贷，女儿还在念书，公婆去要求老公必须帮小儿子一把。我说我们也有房贷要还，还要供女儿读书。婆婆却坐在我们家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个不停，骂老公自私没亲情，说当年家里的钱都给老公念书花光了，所以出现在才没钱给小儿子买房结婚，还说老公就这么一个弟弟都不肯帮忙，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弟弟打光棍。婆婆还说我们养了个女儿，将来结婚时只等着收彩礼就行，也不用给她攒钱，现在就应该把钱拿出来帮弟弟买房结婚，而且还要靠弟弟将来生儿子继承香火。我当时都气笑了，说我自己的闺女将来结婚，我们也要给她嫁妆的，我们又不是卖女儿，凭什么就要只收人家的彩礼？你要生孙子继承香火，凭什么就要我给你儿子出钱买房？婆婆却不搭理我，只管向老伴又哭又嚎。老伴实在无奈，只好给弟弟凑了5万块钱，婆婆才算罢休。为这事，我和老伴大吵一架。老伴无奈地说：“这毕竟是我的父母，我的弟弟啊，我能怎么办？求你理解我吧，别让我为难了。”看着老伴那为难的样子，我只好妥协了，但是对公婆却很有意见。当年我和老伴结婚时，公婆1分钱都没给我们，说家里的钱都供老伴念大学了，结婚全靠我们自己。而且女儿出生后，公婆听到是个女孩后转身就走，借口家里有事在，没看我们母女一眼，没抱过我女儿1天。弟弟生了侄子以后，公婆老2口抱着不松手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那笑容和当时面对我女儿时的样子真的是天上个地下。公婆的笑容刺痛了我的心。生了儿子后，弟妹就再也没去上班，公婆帮她带孩子，她就整天在家打牌刷手机，每天以公婆家的大功臣自居。每次我们回家时，弟妹都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，这让我很看不惯。公婆把自己的收入都补贴了小叔子一家，每个月我们给公婆的生活费，逢年过节给他们的红包和买回家的吃食都被公婆补贴了小叔子一家。我心里不忿，老伴劝我说，既然我们把东西和钱给了父母，父母怎么处理是他们的自由，只要他们开心了，我们就算尽到了孝心。看着老伴一副为难的样子，我也不忍心，每次回公婆家都要做心理建设，对公婆的这种偏心假装看不见，装着装着就习以为常了。
这次我刚退休没几个月，婆婆竟然带着弟弟家的小侄子要来我家养老，看着我的脸色不好。婆婆说：“你弟妹说了，她也不是让你侄子白住你们家，她每个月给你1000块钱。”婆婆说：“你弟妹说，你们两口子都有学问，你闺女都培养成研究生了，你侄子很聪明，你正好退休了，在家好好辅导你侄子的学习，将来也去考个研究生，给咱们家扬眉吐气。”听过了这话，我都忍不住冷笑。他的算盘打得真好，他自己把孩子扔给你们带不算，还想算计这让我给他带孩子，当我是傻子呢？婆婆却说：“这不是你弟妹说她要出去打工赚钱吗？再说你都退休了，也没啥事，每个月退休金也不过3000多块钱，辅导下侄子每个月还能赚1000块钱，这么便宜的好事，也就是一家人，你弟妹才想着你。”我听了真是无语，感情在婆婆和弟妹眼里，这还是便宜我的好事啊！我坚决地拒绝了，这是没得谈，我不会答应的。现在的孩子都娇贵，如果说弟妹忙得顾不上过来，我帮忙照顾个1-2天没问题，这样的忙一家人我能帮，但是说要住在我家让我伺候，还要辅导学习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侄子刚刚3年级，正是需要父母在身边陪伴和引导的时候，做父母的却把孩子丢给别人照顾，这对孩子的成长不利。再说，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正是调皮的时候，我也没这本事给他带孩子，万一有点闪失，我可担不起这责任。婆婆又拿出又哭又闹的杀手锏给老公施压，想要老公同意她带着侄子住在我们家。这次我很坚定地告诉老伴，这件事没得商量，如果留下他们，你就自己照顾，你要尽孝心我也不拦着，我回我妈家住，伺候我自己的亲爹亲妈。如果你觉不行，咱俩也可以离婚，你自随便选。说完，我就开门出去了，留下老伴他们一家人去商量和选择。我在外面溜达了没多久，就接到老伴的电话，让我回家，说婆婆已经带着侄子走了。我回家后调侃老伴说：“这可是你自己决定的，别说我不让你孝顺父母啊。”老伴苦笑说：“养父母是我的责任，可是给弟弟养儿子真的不是我的责任。养孩子的辛苦和责任咱们都深有体会，自己的孩子都不容易教育，况且是别人家的孩子，这个责任太大，咱们背不起。”老伴说：“你的出行计划抓紧时间定下，我们好好享受下生活，等到咱们闺女生孩子后，咱们就好好帮女儿带外孙。一家人之间如果遇到难事急事，兄弟姐妹一定要搭把手，有钱的帮钱场，有力的帮人场，毕竟是一家人，血浓于水。但是一家人之间也要有边界感，有些忙不能帮的时候，就要明确的拒绝，尤其是夫妻之间，面对自己的家庭事务时，也要有个理智的选择，要考虑到自己爱人的感受，而不是一味的只想着自己的原生家庭。孝顺父母、赡养父母是应该的，但是兄弟姐妹之间就要有明确边界感，不能什么事都要揽在自己身上，因为影响到自己。国庆节婆家娘家侄子结婚，我每家上礼1万，老伴口出狂言要离婚。我是林小云，今年58岁，退休多年，独生女儿，在外地成家有娃。老伴比我大5岁，也退休闲赋在家，我们是真正躺平享受生活的退休老人。由于上没有老人需要照顾，下没有小孩子需要帮忙带，我和老伴大多数的时光都在各自的爱好里消磨。老伴喜欢钓鱼，而我喜欢宅家追剧，现在还跟老师学写剧评，开设了自己的账号，每天忙碌的不亦乐乎。然而刚刚过去的国庆节日让我和老伴的感情有了危机，原因是我娘家侄子和老伴家的侄子结婚，
我每家都上了1万块钱的礼金。老伴却说，我应该给他家侄子多上1倍的礼金，最少要给2万块钱。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女儿，还在外地，将来我们的晚年是需要他侄子关照。而我娘家侄子离我们那么远，1年也不来看望我们一次，给点钱意思一下就好了。我不这样认为，我觉得都是侄子就该给一样的。他只有一个侄子，我也只有一个侄子，凭啥要区别对待呢？我是远嫁女儿，1年到头也很少回娘家，父母都是弟弟一家人照顾。老伴却说，虽然我父母是我弟弟照顾得多，但我父母对他们帮助也多。而我们跟公婆居住得近，跟他弟弟家也近，他让我分清楚主次，还要拎得清是谁家人。老伴不说这个还好，一提起公婆对我们与对老伴弟弟家，我就生气。当年我生下女儿，公婆的脸色就不好，勉强照顾了我20多天，就让我自己给女儿洗尿布、做饭吃。而我当年就是要强，认为没有婆婆的帮忙，一样能够把孩子带好。结果受罪的是我自己，到现在阴天下雨，我的指关节还隐隐作痛。老伴虽然也心疼我，但他一个大男人也就会动嘴说些好听话，其他的事情又做不好。随着小叔子家的儿子出生，公婆的眉眼都笑开了花，我家女儿就被遗忘了。我家女儿跟小叔子家的侄子相差4岁，小时候难免会打架，而只要是公婆看见了，从来都说我女儿不对。记得女儿9岁的时候，被小叔子家的侄子抓破了脸，他上手打了她，而婆婆刚好看见了，举手就打了我女儿几巴掌。我刚好进门，看到婆婆打我女儿，我气得放下东西，抱着女儿回家了。询问缘由后，我带着女儿又回去跟婆婆讲理，最终我们被骂得狗血淋头。自此，我和女儿的心里就对婆家不待见了。过年会给老伴面子，大家相聚，平时找各种理由不去，老伴气了几次后就随意了。岁月荏苒，时光穿梭，我家女儿考到了南方，并留在那里工作成家。而小叔子家的儿子毕业后，公婆找人给找了份不错的工作。随后女儿结婚时，小叔子给了5000的礼金，公婆给了5000的礼金。国庆节期间，小叔子家的侄子结婚，我想着过了4年了，我们给1万块钱礼金就够了。因为公婆早就说过，他们的一切都是小儿子和孙子继承，我们家老伴和女儿啥也没有，所以我才不会为了给老伴长脸多给礼金。节前我接到娘家弟弟的电话，说我小侄子也是国庆节结婚，我回不去，也就提前给他转过去1万块钱礼金。我觉得作为姐姐，也作为回礼，我应该多给些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然而老伴侄子结婚当天，他知道我只给了1万块钱的礼金，就跟我叫嚣着说我做的不对。当时老伴酒喝的有点多，我没跟他计较。谁知第2天，他逼着我再给他侄子1万块钱红包，我说啥也不愿意。老伴就不干了，把自己的退休工资卡也要走了，还把自己的东西都装上车，说要跟我分居离婚，说我的眼里只有钱，没有亲情。我觉得我2家侄子给的一样多，况且我女儿结婚时，我弟弟给了8000块钱，他弟弟才给5000块钱，凭啥我要多给他侄子钱？虽然我不差这1万块钱，但我也不能惯着老伴的行为。我告诉老伴，如果他搬出了这个家，以后的生死跟我无关，别等到需要人照顾了，再回头求宽容，我做不到。老伴也不知道是听见去我说的话了，还是酒劲清醒了，愣是没有走出家门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
为啥男人都会认为自家侄子要比女人娘家侄子更靠谱呢？能够给他们养老送终。现在的子女有的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管，会管你这个伯伯吗？到最后还不是钱没了，亲情也没了，还要找自己的亲生女儿负责养老。面对老伴的过激反应，我觉得还是老伴内心里重男轻女的意识作怪，也有公婆的说教，但作为他的老伴，我要明确地告诉他，你未来的晚年能够依靠的人只有我和女儿，其他的人也只能锦上添花，却不可能雪中送炭。他才是要明白主次，一对老夫妻的劝告，退休后宁愿帮子女带娃，也不建议回农村养老。最近好些年，在城市老人圈里涌现了一波回乡潮，很多退休老人为了躲避城市的喧嚣和帮子女带娃的麻烦，选择回农村养老。他们觉得人老了就要好好为自己的晚年着想，追求适宜的生活环境，脱离子女束缚，去享受舒心自在的养老生活。而农村就是很多城里老人心中的养老圣地，农村山好水好空气好，没有城市的嘈杂和混乱，吃的用的呼吸的都是最健康的，而且最主要的是远离城市，也就减少了子女的依赖，让老人可以全身心的养老。虽然说农村的养老的环境很不错，但是对于常年在城里生活惯了的老人们，在晚年的时候突然回去生活，那可能就会不大适应了。而且那些我们所认为的美好，在真实体验中都会成为一种巨大反差，让人大失所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一对六旬老夫妻经历了失败的农村养老后，发出劝告，退休后宁愿帮子女带娃，也不建议回农村养老。来自六旬老人张大妈的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大妈，今年61岁，老伴63岁。我们都是单位退休的，我比老伴早退休5年。退休前几年，我的一双儿女就已经成家了。作为我们父母该负担的，也基本在这几年里解决了。所以55岁退休后，我以为这将是我美好生活的开始，不用上班，每个月领着一笔退休金，在家给还没退休的老伴洗衣做饭，然后其他时间就到处玩乐，去学跳舞，去打牌，或者拉着一帮姐们去旅行等等。可退休后，我却把儿子给束缚住了。一退休，儿媳身体不舒服，儿子就要我过去带孙子，原本就带个2-3个月就可以完事的，谁知儿媳身体好了后，竟然做了甩手掌柜，说我带娃有一手，孩子也喜欢跟着我。就这样，儿媳就不管了，尽管她上班时间很宽松，她也不再伺候孩子，什么都丢给我。我本来想反抗，跟儿子说了这事后，儿子的话却让我很无奈。妈，你看别人家都是老人帮忙带娃的，你就带带吧，等孩子读书了就放你回去，反正也就1-2年的事，你就体谅下我们吧。2年过后，孙子读幼儿园了，我想走，可又被儿媳儿子找借口留了2年。直到第5年，亲家母过来接手，我才得以回家。刚回家休息没多久，女儿那边生2胎，又想要我过去伺候。说实话，给儿子带娃那4年多，我真的是煎熬过来的，每日每夜忙里忙外的，带不好还容易被儿媳儿子责怪，所以我很不喜欢带娃。而老伴刚好也退休了，我就唆使老伴一起编了个借口拒绝了女儿。我说老伴身体不太好，要回农村老家静养下。女儿也知道这是我的说辞，但也拿我没办法。不过说回农村生活，也不算是我临时起意的，也是我当初没退休前的想法。因为我和老伴结婚前就是农村人，我很怀念农村生活，也觉得那里的环境比城里要好，是我们老人养老最适宜的地方。所以拒绝了女儿，
我就拉着老伴回了农村老家。我们先是花了好几万修缮了下老房子，又请人开垦了几片荒地，打算就此过我们美好的田园生活。刚回去时什么都觉得好，背靠山，空气好，风景也很好，家里用的还是山泉水，到处都是鸟语花香的。乡里乡亲知道我们回来，一个个都很热情，送菜送柴火。我们还被邀请去一些老乡家里蹭过饭。然而住了2个月过后，就让我们开始对农村生活反感了。起因是我们回来开垦荒地引起的。以前老伴家房子前面有一大块土地，后来在城里安家后就借给邻居使用，对方用了10多年干不动了，就把我家田地给荒废了。如今我们要回来开垦，他就出来阻拦，说这是他们家的土地，要开垦得给钱。这让我老伴听到瞬间就怒了，跟邻居理论，一直捅到村委，再到镇上，叫来了很多工作人员，出示了很多证明，这才拿回我们家土地。可也因此和邻居结下了梁子，我们开垦好的田地，刚种点什么都会被他给搞破坏。我们是骂也骂了，投诉也投诉了，人家就是不收手。于是我们就想到一个办法，叫儿子给我们田地里弄几个摄像头，并扬言拍到谁破坏的，我们就去报警。后来这件事才得以消停了点。但我们和邻居的事算是过去了，可在村里面，我们和乡里乡亲的关系好像陌生了一样，一个个都没有刚开始那般热情。平时我想去打牌，都很难跟他们凑一桌，家里想借点东西，人家也是爱答不理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在农村都是喜欢拉帮结派的，我得罪了邻居，也就得罪了一帮人似的。而他那大嘴巴也不停地丑化我们，说我们城里人霸道抠门，有钱还很爱计较，还很爱贪小便宜等等。其实这里的人大多都比我们要小气和霸道，一点地方都要争论不休，甚至很多时候嘴上不留意说错的话，他们都喜欢拿出来讨说法。尤其是对我们城里回来的2夫妻，一个个都有点特别欺负人。村里要出钱修路、换路灯，或者租屋要修缮，纷纷都起哄要我们夫妻俩出大头，说我们常年在外，村里很多募资做事的时候我们都没出，如今回来了没个几千出头，他们是不会答应的。虽然我们不差钱，但看到别人出几十块或100-200，我们出几千，就让我们心里十分不平衡。不过时间久了，以我个人人品，也是能相处到几个亲近的邻里的。然而适应了这里的人文环境，我却没法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。首先卫生条件就让我们难以适应。在老家的那里，很多人家都不讲究卫生，鸡鸭鹅遍地走，到处拉撒也不管。我们家前边就有个养鸡鸭的大户，每天都放着几十只鸡鸭出来，搞得我们家门口到处都是鸡屎鸭屎，十分脏臭。他说过他们几次，每次都说会注意，但也是无动于衷，没完没了。还有很多人家是不喜欢把垃圾扔到垃圾桶的，不是直接倒在河里，就是扔到大路边，一个人扔了，就会有一堆人跟着扔。而那些村里面派遣收垃圾的，他又只收垃圾桶里的垃圾，久而久之，那些地方就成了垃圾堆，天气一热一发酵，真的臭死人，而且还十分破坏风景。交通不便，基本生活配套也不好。村里面要啥没啥，想要吃点牛肉羊肉，或者买点海鲜啥的，或者洗头修眉啥的，都得去镇上。虽然说我们老家离镇上不远，也就10多公里的路程，但是却处在大山之中，交通有点不便，只有一条出村的公路，还是弯弯曲曲的单车道。我们2夫妻都不会开车，也不敢骑摩托，每次去镇上都要搭别人的顺风车，或者花钱请人送。老家这边的网络也不好，
虽然通了网线，可以拉宽带，但却网速不行，经常还容易断网，找人修又得挨个3-5天才有人来。对于我和老伴这样深度网迷，每天都得刷短视频和看新闻的，没网就十分煎熬，因为手机流量看真的很卡，又费钱。我们村子不大，这村卫生院也很差，除了一般的感冒发烧能看以外，很多病痛都是没办法看的。我和老伴都有些慢性病，发作时都只能去镇上或城里看。在老家住了的第8个月，老伴在后山除草时，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手。村里卫生院和镇上的卫生院又没有血清，只能去城里，可我们又没交通工具，这可把我急坏了。幸好一起打麻将的老姐儿子回来了，他家有车，赶紧把我老伴送去城里打针。当时医生说差个几分钟，老伴可能就要截肢了。那一次危难让我和老伴都心有余悸，感觉我们真的不适合在农村生活，不说这基本生活环境，也不说人际关系怎样，就说说这样医疗设施匮乏的问题，就很不适合我们。我们老了，除了意外多发，我们时常也会生病，一旦有啥大病突发，想要求医真的会变得很难。所以老伴出院后，我们就留了下来。重新回到城里生活后，发现还是城里更适合我们，生活便捷，要啥有啥，周围熟悉的邻里朋友也好相处。虽然说最终我和老伴都没能逃脱帮儿女带娃的命运，但也觉得好过在农村兢兢战战的生活吧。通过我们夫妻俩的经历，我也觉得城里的老人在退休后还是不要回农村养老了。农村环境虽好，或者说回农村可以让我们逃避子女的束缚，但是农村，我75岁，问儿女要600块赡养费受尽羞辱，老天开眼让我发了笔大财。我今年75岁，一辈子靠务农，把3个儿女拉扯大，如今干不动农活了，也没了收入来源。每个月我设下老脸去问儿女们要600块赡养费，受尽了羞辱。没想到老天开眼，让我老了发了笔大财。我是吕伯，一晃75岁了，山西吕梁人。我和老伴都是农民，有2儿1女3个孩子。年轻时家里穷，为了让一家人不饿肚子，我们2口子没日没夜的干活，把身子骨累伤了，落下了腰疼、腿疼等很多病根。我们现在干不动农活了，又没有双保，只能让3个孩子每月接济我们一点钱生活。按说赡养父母是子女的责任和义务，但我们辛苦养大的孩子，尤其是2儿子，我们花光积蓄给他们成了家，却个个变成了白眼狼。他们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每人每月只愿出200块钱，总共600块钱，说好每月月初给。可是每个月我从1号等到10号，眼睛都望穿了，我不去挨家挨户要，他们都不会主动送来。他们每家给200，按说也不多，可是我去要的时候，他们都躲着我。不是大门紧闭敲不开，就是让我饿着肚子在家门口等到太阳归西，他们才回来，不情愿地掏钱打发我，一点好脸色都没有。年轻时，我老伴常常一天只喝1碗稀粥，饿得全身浮肿，坐在地上动不了，为的就是省钱供3个孩子上学。我和老伴拼命干活，辛苦把孩子们养大成人，落下很多病根，真的好心酸。3个孩子都上到初中毕业，也是文化人，都去了镇上打工。我们老2口又开始张罗着娶媳妇嫁闺女，从牙缝里省的那点钱，给2儿娶媳妇花光了。闺女我们也没亏待她，出嫁时我老伴还给她带了1万块钱。老伴时常感叹，我们为了孩子累了一身病，他们都看在眼里，咋这么不懂感恩呢？看来等我们真不能动了，
他们没一个能靠得住，想起这个心都拔凉拔凉的。老伴说，要知道现在这个结果，我们当初都没有必要拼命，挣得钱也给自己留够养老的。可现在咋办呢？不靠他们又靠谁呢？每月600块，设下老脸也得要，不然活不下去啊。我觉得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难。老话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老天真是开眼了，我家那片地方被征收了，规划为高速公路。很快我分到了镇上的一套3居室楼房，还拿到120万征收款。我和老伴做梦都没想到，一夜成了100万富翁，老了还发财了，住上了屋里有厕所的楼房。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我和老伴大跌眼镜，3个孩子变脸比翻书还快，之前看到我们老两口恨不得躲得远远的，那个嫌弃的脸色让外人以为我们是陌生人。过年过节请都请不来家看我们一眼，现在3个孩子轮流登门，家里吃的用的都是他们买的，我们在新房子里尽情享受天伦之乐。年前我老伴哮喘病犯了，被儿子们送到镇上最好的医院住院，女婿儿媳都争着来看护，孙辈们围着老伴叫奶奶，老伴感动得老泪纵横。老伴住了半个月院，几个孩子轮流看护，细心照顾，同病房病友都羡慕得不得了，但我心里清楚他们为啥突然变孝顺了。征收之前，他们为了每月200块躲着我，现在都是奔着我的征收款和房子来的，人性咋这么丑陋呢？连自家孩子都这样。我冷眼旁观，没拆穿他们，更没怪罪他们。我知道儿子和女儿家都不富裕，生活压力大，虽然200块不多，但也能解决很多问题。钱真是好东西啊，它可以让儿女经常回来看我们，让我和老伴享受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，我和老伴满足了。老伴说，看到孩子们年前年后这么贴心的照顾他，把征收款分了吧，房子留个话，等我们100年之后给他们3个人分。我不敢冒这个险，万一我们把钱都给了他们，他们会不会又变回不孝顺了呢？大家觉得我要不要分钱呢？蓉蓉说，吕伯的经历让人唏嘘，父母拼尽全力辛苦养大的孩子，每个都不孝顺，真让老人心酸。吕伯的经历可以给我们提个醒，人到晚年想要过好生活，3样东西不能丢。1. 存款。老人一定要为自己存养老钱，一方面为自己老年生活提供保障，另一方面在儿女遇到困难时可以帮他们一把。父母和子女之间也需要互帮互助，才能感情更深。2. 老窝。人到老年要有自己的房子，孩子们有家可回，照顾自己也方便，在自己家说话做事有底气，不用看儿女脸色。3. 陪伴。光有存款和房子，没有人陪伴，家里冷冰冰的，会让老人感到孤独寂寞。老年人一定要跟子女搞好关系，家庭和谐了，家人之间和睦共处，大家都会过得很舒适开心。所以我觉得，既然吕伯的子女过得都不富裕，他们也都想得到一点钱，不如把120万拿出来60万，每个子女加20万。这样既可以帮他们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困难，老两口留下的60万也够自己养老，同时还可以用这个钱吊着他们。当您沉浸在这些故事中，愿他们激发您的思考，也能传递温暖给他人，不求回报。感恩您一路相伴，期待您的点赞与分享。有不到之处，希望您能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我会对每个留言回复。我也迫切地希望能与您就任何话题进行交流。愿我们一同积累福报，走向更加健康、更幸福的生活之路。